昨天咱央行发了一条非常克制平淡的公告啊，说是跟阿根廷央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是1300亿人民币啊，算下来差不多也就只有190亿美元。这个在全球金融市场啊，这个天量的交易汪洋里啊，算不上一个大点的浪花。但是这个事儿却实打实的把美国一众政客啊气得直跳脚，因为这完全打碎了他们苦心编排了快2年多的施压剧本，而且还标志着这是一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的拐点。过去啊，很多人呢觉得啊，人民币走出去主要是靠我们让利，靠政治推动，靠朋友捧场。但阿根廷这一次，它是实实在在的用行动证明，当一个国家在美元体系里面借不着钱、买不着货、稳不住汇率的时候，人民币互换协议就是它能抓住的最实在的救生圈。无论嘴多硬啊，浪大的时候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去年4月的时候啊，美国上任的这个拉美问题特使卡罗内啊，一直就把这个敲打中阿货币互换协议当做自己最主要的 KPI。他曾经在采访的时候啊，非常直给的表示，中阿本币互换协议啊，就是我们对阿方的勒索机制，呼吁阿方尽快考虑终止协议，还强调这是美国的当务之急。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勒索机制这个词儿用的非常有意思啊，他也不需要有证据，他就给你扣帽子就行了。说呀，你要是借了人民币还债付货款啊，那你就是被勒索了，你依赖人民币流动性了，你就是落入了他们的债务陷阱了。至于阿根廷是不是因为真的走投无路了才动用的互换额度，美元体系又给了阿根廷提供了什么样的替代方案，美方从来是不提的。光打嘴炮呢还不够啊，美国当时还亮出了一个实质性的筹码，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卡雷内曾经明确威胁，美国将根据阿根廷是否疏远中国来决定对其的 IMF 贷款的这个态度啊，要确保与 IMF 达成任何协议，最终都不会让这份互换协议得以延长。我翻译一下人话啊，就是说你要想拿 IMF 的救命钱，先跟中国的货币互换协议切断再说。这还不是全部啊！25年10月的时候，贝嫂当时还高调的宣布啊，将通过货币互换协议向阿根廷提供200亿美元的援助。这个事儿当时还很热闹，美其名曰维护跟阿根廷的市场稳定，支撑西半球的繁荣。当时很多人觉得，哎呀，米莱政府跟美国关系这么铁，这200亿美元一到，中阿的互换额度怕是要真的悬了。这个是我最喜欢西方人的地方啊！你看他嘴上米莱对大统领的崇拜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然而一船大豆他都没少卖呀，抢的就是美国的大豆份额。而美国这边承诺的这200亿的额度呢，阿根廷实际上只拿到了25亿啊，后来就干脆没有下文了。因为呢，摩根大通、美国银行等机构以缺乏担保为由，把救助计划呀给搁置了。转而呢，讨论一项规模小得多的短期贷款。说白了，就是美国人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嘴上给你喊一个数，真的要掏真金白银的时候，条件比谁都苛刻，门槛比谁都高。阿根廷吃美元流动性的亏，那是几十年如一日啊！现在基本上我觉得都应激了根本就不敢用。信了美国的货币承诺，阿根廷才从美洲第一富国变成今天这3天饿9顿的地步啊！而阿根廷用中国的这个互换协议的这个规模和额度却不是一个态度。他借的多吧，他借的还久。25年4月，先把350亿元人民币的部分额度延期了12个月。26年5月，阿根廷央行的行长鲍西利明确表态，要按照原有条款续签全额1300亿，没有任何修改或取消的计划。到了8月，这不就正式落地了吗？还把期限从3年拉长到了5年。这也就是说，未来5年中阿之间的很多订单都是要用人民币结算的，规模要达到1300亿人民币左右，最终这些钱还是要花回到中国国内的。而用人民币呢，还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币值稳定，还能满足阿根廷对各类工业品的需求。这当兜里没钱的时候意识形态能值几个字儿这个就是很多美洲政客的常规操作嘴上各种主义。很多人觉得好像美洲那边换个政客上台，咱们中企的利益甚至更大的基建项目就要完蛋了，就跟我们是尊泥菩萨一样。可实际上，以米莱作为最典型来看，当年他可是顶着所谓的疯子经济学家的头衔在台下竞选，那当时把我们骂的是一文不值扬言要全面倒向美国嘛。当时几乎所有的国际观察人士都预判米莱上台之后，中阿关系大概率要走下坡路，货币互换协议要悬了。结果呢，米莱23年底正式上任屁股还没坐热呢，对华的态度就开始大转弯。先是不再提断交那套说法，
后来在达沃斯论坛上直接改口，公开表示希望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再到后来，央行行长亲自来华谈续签，一续就是5年。那转变怎么这么迅速呢？因为竞选的时候可以喊口号，真过上日子了，你敢跟全球最大的供货商叫板，你吃什么用什么？屁股可以决定脑袋，但是物质基础还得决定上层建筑呢。很多拉美国家啊，跟阿根廷一样，过去几十年被美元收割了，那是一轮又一轮呢。阿根廷现在兜比脸还干净，账面上真正能自由支配的境外汇只有30亿美元上下。可是今年他们光是还债务就有28亿，明年更是直接飙升到250亿美元以上，这就是个填不满的黑窟窿。再叠加米莱上台就推行的那个休克疗法，他这一刀切下去，政府部门直接砍了一半，比索一次性贬值了55%，各种补贴全部取消。数据上呢，虽然看着好看了一些，通胀率从200多压到了33%左右，国家风险指数也下来了。可是代价是什么呢？代价是一半的阿根廷人生活水平直接倒退，贫困率一度飙升到了53%，儿童贫困率吓人到的60%以上。2万家企业关门大吉。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要是真的敢按自己当初吹的那个牛一样把和中国的货币互换协议给断了，进口中国商品用什么付钱？外汇储备缺口谁来填补？汇率撑不住再崩一次，通胀又反弹，那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前功尽弃。这些问题每一个都足以让他举步维艰。美国可以给米莱画饼可以给他站台，可以喊意识形态的口号，但是美国绝不会无缘无故的给阿根廷190亿美元的无附加条件的流动性支持。中国的互换协议是不加这些干涉内政的条款的，也不附加任何的政治条件，按时付息到期归还就可以。对于一个常年缺美元的国家来说，这简直是雪中送炭呐。所谓的政治立场左左右右，口号在外汇储备面前一文不值，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扛住美国的施压，可能只需要内部统一立场就行了，可是要扛住跟我们脱钩的代价，他们自己得先把吃穿用度的产业链先建起来那可不是那么容易的。米莱的转变不仅仅是个经济弱国的总统认清现实的故事，也是整个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权和货币秩序底层逻辑松动的一个切片。说白了，以前很多人觉得人民币走出去靠的是咱们自己到处谈，给兄弟国家让利捧场，也就是政治推动的。但现在呢，风向彻底变了。你看看目前30多个国家超过4.3万亿的人民币互换大盘，它的驱动力其实已经变成了市场的刚需，根本不是我们要去强行推广，而是这些国家真的有需要。这也就投射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逻辑拐点的到来，从政治推动到市场驱动的转变。以前我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会去给一些优惠条件，那政治层面上的象征意义就更大。很多早期协议签了都是备而不用的一个状态，真正动用的时候呢并不多。但最近这几年彻底变了。变化的第一个信号就是动用率在提升，截止到2025年1季度末，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未到期余额超过800亿元，而且还在持续的增长。阿根廷、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这些面临美元短缺的国家，是真真切切的把人民币互换额度当成了救命钱的。第二个信号是使用场景在拓宽，最早人民币互换主要用来支持双边的贸易结算，现在已经扩展到了偿还国际债务、稳定外汇市场、补充央行储备等多个领域。阿根廷用人民币还了 IMF 的债务，这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第三个信号也是最重要的信号，主动要求续签甚至要求扩大规模的国家越来越多，并不是我们求着谁去签的，而是对方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主动要求续签扩签。阿根廷顶着美国的压力也要续签，就是最生动的案例。美元最后一次完成了全球收割，就是在2022年，米莱当选之前的阿根廷比索因为那一轮的美元加息暴跌。同一年，美国冻结了俄罗斯3000亿美元的外储，并踢出了 SWIFT 结算系统。所谓的中性的、理性的、绝对安全的美元，露出了它作为政治工具的獠牙。从那之后，全球去美元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了，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速度创了几十年的新高，对人民币的需求也在稳步增强。一边是美元越来越贵，越来越危险，另一边是人民币流动性稳定，不附加政治条件，可以用来买中国的商品，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的商品。这一推一拉之间，
人民币的市场吸引力自然就上来了。更值得关注的是，人民币国际化正在从结算货币向融资货币再升级。2026年熊猫债的发行量预计创历史新高，香港离岸典型债平均增速高达40%，越来越多的境外机构愿意发行人民币债券，介入人民币贷款，因为人民币融资成本比美元更有优势。当一个货币既能用来买东西，又能用来融资借钱，还能作为储备资产保值的时候，它的国际化才是真正扎下了根。阿根廷作为最应该倒向美元的经济体，低调的选择了人民币。那我们呢也很低调，并没有当做一个政治胜利去宣传。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阿根廷都必须这样选择，那么平静的水面下面是多大的力量在推动着这些经济体做出类似的选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阿根廷用实际行动给了其他相似处境的国家一个答案，该签签，该续续，立场和饭碗呢，它能各论各的。这也只是一个开始，未来3年我们会看到更多这样的故事，而当这样的故事多到不再成为新闻的时候，一个新型的国际货币格局也就悄然形成了。你看懂了吗？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